无侦八的亮相多时，对于无侦八的性能讨论层出不穷。无侦八是不是真如外界所说能够无视防空系统，又是如何做到的？说到高空高速无人机，那就肯定得说说中国的无侦八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无侦八的首次问世是在中国2019年的阅兵式上，当时可谓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随后在2021年，无侦八又再次出现在中国珠海航展上，并且是实机展示，给了人们近距离清楚了解无侦八外形细节。但遗憾的是，此次的航展无侦八是静态展示，并且对无侦八的整体性能介绍十分有限，这也让无侦八更为神秘了。自无侦八问世以来，对于其的各种文章报道层出不穷，重点都是在猜测判断无侦八的飞行性能和特殊能力。直到今天，对于无侦八的各项数据，官方也从未公开，绝大多数还是大家的猜测。今天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理有据地分析一下无侦八。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官方给出的有限信息。根据珠海航展的介绍，高空高速无人机无侦八是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系统，是一型航空航天技术相融合的新型临近空间装备，为中国空军临近空间装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侦八可对敌防护严密的战略战役目标实施有效突防，利用配装的侦察任务设备，可以快速获得高分辨率的目标图像，为中国各级作战部队提供侦察和打击效果评估情况。可以说，无侦八的出现为中国空军实力带来了不小的提升，弥补了中国在察打一体无人机领域的落后。首先，对于无侦八的关注，其重点肯定是在高空高速这4个字上面。那么怎样才算高空，又怎样才算高速呢？在官方的介绍中有临近空间这4个字，而临近空间指的是距地面20到100公里的空域，这一空域可以说是一个中间地带。临近空间往下的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空，也就是传统航空器的主要活动空间，而临近空间往上的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太空，是航天器的运行空间。能够在临近空间进行作业的飞行器被称为了临近空间飞行器。这类飞行器很特殊，在实际作战当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其重要的开发应用价值而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高空说的就是临近空间，既然临近空间比天空还要高，那么对应的飞行器速度肯定要更快。关注高超音速武器的都清楚，高超音速指的是速度高于5倍音速，之所以需要这么快，是因为高超音速武器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在太空空域进行跳跃，而要符合在临近空间进行作业，飞行器的速度就肯定不会只有1倍或2倍音速大小，因为临近空间至少也是在3万米的高空，这一区域的空气十分稀薄，空气阻力自然也会很小，飞行器机翼能够产生的升力在同等速度下会小很多。所以要想产生足够的升力，就必须要有比传统航空器更高的速度。在临近空间的飞行器要进行作业，最少也需要3倍音速的速度。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无侦八的飞行速度就是3倍音速，既然是中国新型的高空高速无人机，在飞行速度方面肯定还会有所突破，所以3倍音速的飞行速度只是无侦八的下限。同样，无侦八无人机3万米的飞行高度也只是其的下限，具体数据是多少，我们自然不得而知。在讨论完了关于无侦八在高空高速上的水平，还有一点也是一直以来媒体猜测的，那就是无侦八的隐身能力。很多外界媒体都谈到了无侦八的隐身能力，表示其的隐身能力有多么优秀。但面对无侦八的隐身能力，我们要先弄清楚一点，无侦八到底有没有隐身能力？在官方对于无侦八的有限介绍中，并没有提及隐身性能的方面，但珠海航展上无侦八的实物展示，其科幻的外形还是让人印象深刻，觉得其机体涂层应该是采用了隐身技术。无人机的隐身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 Q2 无人机上就采用了隐身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无人机隐身技术已经发展成熟，两种现代隐身无人机相继面世。一是美国洛克希德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长航时隐身无人机暗星，二是美国航天局和原麦道公司联合研制的 X-36。这2款隐身无人机在当时都受到了国际的极大关注，所以分析下来，中国的新型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无侦八拥有隐形能力并不奇怪。但是我们先要考虑一点，无侦八是否需要隐身性能？
我们前面提到了无侦8是高空高速无人机，其可以在3万米的高空以3倍音速以上的速度在临近空间进行作战任务。注意，这只是无侦8的下限，无侦8的具体飞行能力肯定要比这高出不少。但即使是3万米高空和3倍音速这样一个下限水平，对于目前世界上的防空系统来说，也是一个噩梦般的存在。因为对于无侦8的资料有限，我们以美国的 SR-71黑鸟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来举例。这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研制的一款高空高速侦察机，在20世纪80年代全部退役。这款无人机可以说是结合了当时大量的先进技术，是第一种成功突破障碍的实用型喷气式飞机。实战记录中没有任何一架曾被敌机或防空导弹击落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 SR-17黑鸟无人机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高空高速，其只能在十分接近临近空间的空域，以大概3倍音速的飞行速度进行作业。这受限于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但依然是当时最先进的高空高速无人机。从 SR-17黑鸟无人机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无论是战斗机还是防空导弹，在面对3万米高空和3倍音速飞行这两个3的航空器都显得无能为力，并且我们说的这两个3也只是无侦8的下限水平。即使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防空系统的更新换代，无侦8依然具有较大的威胁。我们分析了这么多，隐身能力还重要吗？简单来说，无侦8根本不是靠着隐身能力来突破地方的防御的，隐身性能的重要性在无侦8上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然，我们可以把问题看得再具体一点，如果无侦8具有隐身性能，也会与普通的隐身作战飞机具有相当大的区别，飞行速度使得无侦8在飞行的过程中气动产生的热量非常大。这就导致无侦8相比于其他传统航空器在雷达侦测中具有更大的红外目标，这样的一个高红外目标要具备隐身性能是很难的。那我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研制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隐身性能呢？所以看问题往往要追溯根源，无侦8可以具有隐身性能，但没必要。最后，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的珠海航展对于无侦8的官方描述中有这样一段话：无侦8的出现为中国空军临近空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句话说明了无侦8只是中国在临近空间飞行器领域探索的第一步，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无侦8将会为中国在航空航天技术融合、临近空间飞行器领域带来大量的试验数据，为中国未来的航天航空发展创造新机会。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过多猜测无侦8，只需要拭目以待中国未来的航空航天发展就好。